被摧毁的希望。考大学前，我被季姐殴打至昏迷，你还梦想着上大学？她狠狠地踩在我的左脚上，就像当初践踏我的自尊一样。但季姐，你真的以为这样我就会屈服吗？不，我会让你失去一切你所珍视的，包括家人。14岁那年，父亲带着我离开了袁家，他告诉我，这个女人是我新妈妈。她刚丧夫，两人很快就结了婚。现在父亲的女儿终于同意让我进家门，新妈妈的眼里闪出胜利的光芒，好像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小雨，到了新家，如果季兄季姐欺负你，就忍一忍。妈妈嘱咐我，能进入这个家，本身就是一个奇迹。我点头，心里明白，我知道自己是第三者的孩子，从小到大，人们都在背后指指点点，我从来没有勇气面对他们。也清楚，爸爸的其他孩子绝对看不起我。然而，我没想到的是，进家门的第一天，继父就和新妈妈大吵。他挥舞着一份亲子鉴定报告，狠狠地摔在新妈妈脸上。妈妈跪在地上，无声哭泣，屈辱的泪水划过脸颊。一旁的季兄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。小雨，你到底是谁的孩子？你以为你可以隐瞒多久？他的话语冷酷无情，脸上仿佛覆盖着冰霜。新妈妈没有说话，只是哭泣。季兄季姐冷冷地盯住我，季姐用嘴型对我说，混血种，你还不走吗？晚饭后，季兄小伟推开我的房门，居高临下地看住我。走吧，离开这个家，你不是爸爸的孩子，但我的妈妈在这个家。小伟轻蔑地笑，你妈为了上位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你在这里，我们都不会让你好过。他口中的我们指的是他和季姐小娜。小伟的话没错。此后，我的日子变得艰难。继父解雇了家里的保姆，所有家务落在我和新妈妈身上。新妈妈对继父和孩子们更加讨好，我也一样。新妈妈对我充满责怪，她眼眶泛红，责问我：小雨，为什么你不能成为他们的真正妹妹？新妈妈，我缩在角落，看住她情绪激动。我可以去住学校宿舍，这样爸爸就不会因为我而生气了。住宿？你想让我一个人面对他们的白眼吗？小雨，你怎么这么自私？新妈妈的话语中充满了责怪，我心里感到刺痛。于是我回到房间，撕毁了已经填好的住宿申请书。我和季姐同岁，在同一所学校，同一个班。季兄比我们大2届，当时我和季姐都是初3，我的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。班主任说我有机会上省重点高中，于是我更加努力学习。但中考前几天，小伟找到我，听说你学习很好。我点头，他笑了笑，比小娜还好。我愣了一下，看到他身后跟住几个染着奇异发色的女生，别把他弄得太过分。我知道这是他对那些女生说的。那天晚上，我在一条小巷里被这些女生殴打，她们用高跟鞋踩我的手背，狠狠踩我的书包。我护着书包，但她们还是把所有习题册撕碎。她们离开时嘲讽我，这么爱学习，就让你学够吧。我颤抖着收拾破碎的习题册，刚好同班的李浩走过来，关心地问：小雨，你没事吧？我避开他的眼神，他是班上唯一一个成绩比我好的学生。我破碎不堪。李浩问：你被欺负了吗？我带你去找老师。李浩脱下外套给我披上，我连忙摇头，没事，我自己摔的。我知道不能让他知道我和季姐的关系。李浩坚持要告诉老师，但我坚持拒绝，带他到我外婆家。外婆总是冷漠对待我，觉得我是拖油瓶。但这天，他见到我满脸是伤，眼里闪过一丝怜悯。小雨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回来？外婆，我已经吃过饭了。我笑着向外婆道别。李浩看住我，满是同情。小雨，有事你可以找我。他离开时，我站在小巷口，心中一片空白。回到家，季姐冷笑着看我，还知道回来。我低下头，不敢直视她。我没想到这只是开始。
中考前，那些女生天天来找我，夺走我的钱包和书包。我哭住告诉新妈妈一切，但她只是要我忍耐。我的成绩受影响，勉强考上省重点高中。李浩和季姐也都考上了。成绩出来那天，小伟似乎有些惊讶，他问我怎么还能考上。我没有回答。小伟靠近我，看似生气。我直视住他，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他回答，因为你不应该和小娜一起上学。高一那年，小娜发现李浩和我说过话，狠狠打了我。小伟站在一旁，冷眼旁观。我向他们道歉，之后尽量避开李浩。我专注于学习，希望透过进入好大学改变命运。但高考前夕，季姐又一次打我，她踩着我的脚，嘲笑我。我祈求她，但她只是加大力度。小伟站在旁边，不为所动。我绝望中呼求他帮忙，但他只是冷漠地推开我。再次醒来时，我躺在医院，医生告诉我有重病，活不了几年。新妈妈来看我时，只是嘱咐我不要告诉任何人原因，她害怕影响到季姐的未来，却不在乎我的感受。新妈妈离开后，我只能静静躺着，泪水悄然滑落。小伟也来看过我一次，我问他为什么对我这样，他没有回答，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。这一切的经历让我明白了家庭的残酷和生活的不公。在这个家中，我始终是一个局外人，一个被遗弃的灵魂。我的梦想就像被季节踩在脚下的左脚一样，破碎无存。当我终于决定离开这个充满仇恨和痛苦的家时，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。我收拾了几件最基本的衣物，准备前往外婆家。外婆总是冷漠，但至少那里没有虐待和蔑视。我站在破旧的家门口，回望了一眼那个曾经让我梦魇的地方，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。我知道我将永远失去这个家，但同时我也失去了无尽的痛苦和折磨。走在通往外婆家的路上，我想起了过去的种种，那些在学校的辛勤学习，那些在家中的屈辱忍受，那些被亲人伤害的泪水，似乎都成为了过去。我心中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，既是解脱，也是迷茫。到达外婆家后，我发现她并不在家。我静静地坐在冷清的房间里，心中充满了孤独和不安。我开始怀疑，我是否真的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离开了那个所谓的家，我将何去何从？就在这时，李浩突然出现在我的门前。看到我孤独的模样，他眼中闪过一丝忧虑。小雨，你怎么了？我犹豫了一下，但最终还是决定向他倾诉我所有的不幸和心酸。当我讲述完那些被家庭遗弃的痛苦经历时，李浩的眼中充满了同情和愤怒。他紧紧握住我的手，小雨，你不应该独自承受这些，我们一起去找老师，去找警察，不应该让那些人逍遥法外。我看着李浩坚定的眼神，心中泛起一丝暖流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是有人在乎我，关心我，愿意为我伸出援手。也许这正是我重新开始的契机。我点了点头，决定跟随李浩一起走出这段黑暗的过去，向着一个光明的未来前进。从那以后，我和李浩一起向学校和警方报告了我在家中所受的虐待。虽然过程艰难，但我终于感受到了正义的力量。这一切经历也让我变得更加坚强和独立。我知道，虽然我的过去充满了痛苦和绝望，但我的未来仍然充满了希望和可能。在李浩的支持下，我重新振作起来，开始为我的未来奋斗。我终将走出阴霾，迎接属于我的那片晴空。谢谢观看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留下您的宝贵意见。